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分享过由 Brotos 出品的极光，当时还在想啊，作为一个可动人偶的相关产品，极光这样一个选材还是比较小众了一些啊。没想到没过多久啊，端上来一个更加大众的人气角色。各自是小全儿大，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摩尔派奇啊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由 Brotos 出品的可动玩具。写作狂战士，但实际是什么角色，大家一看便知啊。这个盒子很小啊，表面除了黑色底以外呢，还会附带一些剑锋相关的一些元素，只不过比较抽象啊，能看个大概。比较易于收纳那种啊，这个小盒。打开，食物拿在手中，能够感受出来它这个个头不算太小啊，大概量了一下，在17厘米左右。不过你换算成格斯实际设定上的身高呢，应该也是2米多。大小呢还是比较标准的一个1:12的玩具。甲虽然都是塑料材质，但是目前观感上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因为它像这些边边角角以及表面会做出那种金属的质感啊，这个在肩甲是比较明显的，铸铁感也会比较强。涂上效果在这个甲片的呈现上，我觉得是还不错的，包括一些类似于仿布料啊、仿皮料的结构，这个看上去精度表现和质感上还是 OK 的。当然，因为这个造型缘故啊，像这个膝关节呀、腿部这些棱的地方，你摸上去啊还是比较尖锐的。在这之下呢，一直到裤子的位置呢，都是类似于科技布那一种材料啊。这个再更大一点，像1:6尺寸的玩具会比较多见。这样的材质，实际在静态展示下，它耐久度还是可以的啊。因为也有很多这种相似材料去制成那种皮衣或者说皮甲。我人在北方嘛，可能这个不太潮湿的环境下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。但是在1:12的可动人偶上，这个材质还是比较少见一些的。这种应用下呢，在外观去看它的立体性肯定会更强，尤其你从身后去看。虽说它这个屁股部分这个裆部勒得有点性感啊，但是像大腿和小腿这一串交界的地方都不会有那种关节的穿帮。虽然说不可能完全没有阻碍，但是因为这个材料足够柔软啊，你正常去摆一些造型或者掰上去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在长时间的掰和拉扯的状态下，这个材质耐久度如何啊？交给时间去考验一下。我觉得平时日常在玩的时候，还是不要太频繁去拉扯和摩擦它。头雕、面雕部分总计2颗啊，一个相对平静一点的造型，一个怒吼头。个人来讲的话，是更喜欢平静的这个常态造型的。先说好的部分啊，2个头雕在制作还有精度来讲，我个人觉得都是不错的啊。面部的这些细小的疤痕啊，还有这个眼睛啊，都很好。后颈处这个烙印的刻画也是非常精致。层次感会比之前展示时候会更好啊，但我觉得仍然可以再做一定的提升。如果你看过原作的话，应该能发现，在那种2D 画面下会强调它脸部的棱角感，会多用一些粗壮的线条。这种2D 转换成3D 之后，又是一个1:12头雕，相应的这些细节就会减少。这样的话，你看它上半张脸就是线条比较丰富的地方还不错，下半张脸的话就会单薄许多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下巴还有嘴唇部分做得更加突出，再宽厚一些会更好，或者是能在面部加入一些类似于2次元那种黑色线条，去点缀一下它这个细节。怒吼头的话，同样啊，你看它这个嘴部啊，包括牙齿精度，实际来讲都不错啊，但是下半张脸就是线条感太少了啊，所以会少了一些那个凶猛残暴那个感觉。这个模或者说这个形来讲啊，这2个头其实还不错。1:12这样一个尺寸上，这个大小上，我觉得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。然后看它本体的一些设计还有可动的表现啊，首先脖颈这里，因为采用单独分件啊，这双段的结构可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。
手臂的话是采用一个外拉的关节，肩胛的话是固定在肩部的，这里也可以根据你的动作进行调整。曲肘的话，这个右臂是更大一些，左臂因为造型的缘故呢，基本是抬到接近90度的一个幅度。它这个是做了一个分开的设计啊。右臂的手腕因为有一个这个类似于手套造型的限制啊，所以就没有太大的空间。左臂这里呢，可以上下掰动，露出这个套口。腰部前后2个钩子默认是没有连上的，这个如果你想要更好的立体性，可以给它挂上啊，但是在掰动的时候还是要把它解开。这里的话，也因为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板甲，所以它整体的幅度都不大。皮带上的匕首可以抽拉取下，腿部的话，这个空间还是可以的啊。虽然说内部有这样一个皮裤啊，但实际的话还是像最开始说的，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侧踢、前踢，这个幅度都 OK 啊。屈膝的时候也是可以的。脚踝关节的话，相比之前那个极光，大家都在说它那个接地不太好嘛。这次我感受了一下，左右的幅度不算大。但是不需要你再去转动这个球关调整。然后是外侧这个披风部分连接上没啥难度啊，把头脚取下直接嵌套就可以。拉好之后可以再稍做一点打理，尤其是脖颈附近啊，尽量往下压一压，以免显得这个脖子太短。涂装的话还是比较旧的这种效果，表面会做很多这个破洞啊、破口，包括下摆这种破碎的设计。其他的配件上呢，首先替换手，只有右手给了一个放松手型，精度表现可以的。左手呢，因为结构限制啊，没有什么替换。武器部分的话，柄部是单独可拆卸的一个结构，质感上我觉得 OK 的。本体呢，塑料材质也不会太沉啊，就你在握持的时候举起来啊、挥起来都没有问题，这个还是有做考虑的。当然，平时收纳的话啊，它没有一个实际的连接或者挂钩。如果说能在这个根部还有背部加入一个磁吸，日常可以直接吸附的话啊，那就完美了啊！我觉得这个大件就更完美了。左手搭配的有这个弩箭。结构上比较精致精细的啊，所以说玩的时候要小心啊，不要太用力的去安装。它这个圈口会比手型略小一些，你要转一转，调整一个合适的角度再进行嵌套。特效键分为弹丸、烟雾，还有这个枪口的这个火焰啊，颜色挺分明的。最后是特点部分啊，其实算是一个小摆件。这个巴克啊，原作中这个形象，我觉得就很有那种调和的味道。设定上太黑暗了，剧情又压抑，需要这样一个缓解一下观众神经的角色啊。这个特点呢，也是采用了一个 Q 版的这种造型，看着比较可爱。全副武装好之后，这个效果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呀，可以的啊，很夸张。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在1:12这样一个尺寸上做到了足够精致，各种小的细节刻画都不错啊，这也是他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啊，这一点还是可以的。把玩体验上来讲呢，关节部分照比于自家产品呢是有一定提升的。作为一个重甲造型来讲，可动我个人是完全足够的。还有一点比较好，就是平衡感做的蛮好。就拿剑持剑之后，哪怕做一个向前延伸去刺去砍的动作，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站立性，这点 OK 的。虽然说它没配支架，但是站的还行，就不挑这个。头雕、面雕部分虽然说之前也在提，它还有上升的一个空间，但是你真正把它全副武装之后，尤其这个披风的遮盖下啊，你调整一下，明暗对比强一些，有点摄影技巧的话就打一点光。当然就是还像我说的，线条感会少一点啊。如果有自己涂装能力的玩家，可以再进行一些修饰，就把这个肤色明暗对比拉起来。最遗憾的其实就是这个大剑的背负上，如果说能够让这个剑紧贴在后背上做一个悬挂那种效果，那日常站柜就会多一种选择，它能有效把这个斗篷披风压下来，进一步的突出它利落的一个感觉。这个就不知道后续有没有首页能够实现了。
然后呢，这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